同学，大家好！今天给大家介绍头部的骨和肌肉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个病例：患者男，51岁，因头部外伤后昏迷5分钟，转醒约30分钟后再次昏迷3小时入院。自受伤以来，呕吐一次为胃内容物，大小便失禁，呈昏迷状态。双侧顶部擦伤，双眼睑无张白及出血，双瞳不等大，左侧直径5毫米，光反应消失，右侧直径2.5毫米，光反应迟钝。鼻腔内及双侧外耳道无异常的分泌物，神经系统检查生理反射存在，双侧巴宾斯基针阳性， GCS 评分4分。颅脑 CT 显示左侧硬膜外血肿，中线向右移位，脑上形成，脑挫裂伤，左侧顶骨骨折。入院诊断急性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，急性硬膜外血肿，脑挫裂伤，左侧顶骨骨折。治疗经过入院以后约2小时送入手术室，在全麻下行左侧颞骨、颞顶部去骨棒减压硬膜外血肿清除术。那么这个颅脑的损伤主要涉及到哪些部分？脑部又具有哪些骨和肌肉呢？这就是我们本次课要学习的内容。学习内容分3个部分进行：一、颅骨的数目和区分；二、颅的整体观；三、颅的肌肉配布。第一个部分，颅的数目和区分。23块颅骨可以分为脑颅和面颅，面颅骨有8块，脑颅骨15块。脑颅骨8块当中，成对的有2对，包括顶骨1对，颞骨1对。不成对的有4块，包括额骨、枕骨，看不到的筛骨和蝶骨。面颅骨有15块，成对的有6对，不成对的有3块。成对的包括鼻骨、肋骨、颧骨、上颌骨、下鼻甲骨、颚骨。不成对的3块分别是下颌骨、离骨、舌骨。面颅骨参与围成眶腔、鼻腔和口腔。这些骨呢，借骨与骨之间的连接，就组成了颅。第2个部分，我们看颅的整体观。颅顶面光呢呈一个卵圆形，前窄后宽，光滑，形成3条明显的缝，分别称为冠状缝、矢状缝和人字缝。颅的后面光可见人字缝和枕鳞。枕鳞的中央有一隆起，称为枕外隆突。颅底的内面观，颅底内面高低不平，呈阶梯状，分为颅前窝、颅中窝和颅后窝。窝中有很多的孔裂，大都与颅底外面相通。颅前窝由额骨的髋部、筛骨的筛板和蝶骨的小翼围成，
腮帮上有腮孔，通鼻腔。所以在颅前窝骨折损伤的时候，脑积液可以通过腮孔流入到鼻腔当中。颅中窝由蝶骨体及大翼、颞骨的沿部等围成，中央是蝶骨体，上面有垂体窝，前外侧有视神经管通入眶。垂体窝前方圆形的骨隆起称安结节，后方横行的骨隆起是安背，安背两侧的角向上凸起称为后床突。垂体窝和安背统称为蝶安，其两侧浅沟为颈动脉沟，沟向前外侧即达眶上裂，沟后端有孔，称为破裂孔。孔的后外侧壁有颈动脉管的内口。蝶安的两侧由前向后依次有圆孔、卵圆孔和极孔。再看一下颅后窝。颅后窝呢，主要由枕骨和颞骨的沿部后面组成。窝的中央有枕骨大孔，孔前上方的平躺斜面称为斜坡。孔前外缘有舌下神经管的内口，孔后上方有呈十字形的隆起，交汇处称为枕内隆突。由此向上的浅沟称为上矢状窦沟，该沟向下就续于枕内棘，向两侧续于横窦沟，横窦沟继转向前下内走行，改称乙状窦沟，末端终于颈静脉孔。颞骨的沿部后面有内耳门，通内耳道。颅底的外面高低不平，神经血管通过的孔裂甚多，由前向后可以看到牙槽弓、切牙孔、颚大孔等。枕骨大孔的两侧有椭圆形的关节面，称为枕髁，它和第一颈椎上方的上关节面形成环枕关节。颅的侧面关由额骨、蝶骨、顶骨、颞骨及枕骨构成，还可见到面颅的颧骨和上下颌骨。侧面中部有外耳门，门后方为乳突，前方是颧弓，二者均可在体表摸到。颧弓将颅的侧面分为上方的颞窝和下方的颞下窝。颞窝的前下部较薄，额顶颞蝶四骨汇合处形成 H 形的缝，这个地方最为薄弱，称为翼点。其内面有脑膜中动脉的前支通过。临床上在进行 X 线检查及手术当中，应该注意这个解剖位置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有的家长在教训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经常就一巴掌打过去。那如果打在这个翼点的这个地方，如果用力过猛，就会导致脑膜中动脉出血，导致颅内的出血。因此这个地方是我们颅的薄弱点。3. 颅的肌肉配部。头肌可以分为面肌和咀嚼肌。面肌为扁薄的皮肌，位置表浅，大多起自颅骨的不同部位，止于面部的皮肤，主要分布于面部的
口、眼和鼻等孔裂的周围，可分为环形肌和辐射肌两种，有闭合或者开大上述孔裂的作用，同时牵动面部的皮肤，显示喜、怒、哀、乐等各种表情，故面肌又叫表情肌。颅顶肌阔而薄，由前方的额腹和后方的枕腹和中间的帽状腱膜构成，它们与颅顶的皮肤和皮下组织紧密结合，共同组成头皮，与深部的骨膜隔以疏松的结缔组织。枕腹可向后牵拉帽状腱膜，额腹收缩时可提眉，并使额部皮肤出现皱纹。眼轮匝肌、口轮匝肌和鼻肌都是分布于相应器官的周围，打开或者闭合孔裂是它们的作用。咀嚼肌包括咬肌、颞肌、腋外肌和腋内肌，配布于下颌关节的周围，参与咀嚼运动。咬肌起自颧弓的下缘和内面，止于咬肌粗隆，收缩时上提下颌骨。当咬紧牙关的时候，你可以摸到比较硬的这一块肌肉，就为咬肌。同学们，你们可以试试，当你咬紧牙关，你摸一下，在右侧是不是有一块比较硬的肌肉呢？这块肌肉就是咬肌。颞肌起自颞窝，止于下颌骨的贯突，收缩时使下颌骨上提。咀嚼运动的完成需要4块肌肉相互配合，交替作用才得以完成。本次课主要介绍了颅骨的配部、颅的整体观、颅的肌肉。您学会了吗？谢谢大家。